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非常高兴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我怎么说呢？应该叫传奇 PM 那个一位是 Raynard 在这个硅谷创业的时间非常长了，在硅谷也有10多年的时间，对吧？先后在很多大厂像 Google 做这个跟 AI 相关的 PM 做了很长时间，最近是有出来做自己 AI 相关的创业的工作。欢迎 Rina。大家好。然后我们的这个小戴小戴没得叫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个小戴也是我知道前段时间也是自己捣鼓了一会儿自己的这个产品，对吧？看有没有一些商业化的可能性但是呃，当然我这里就要恭喜小戴了这个最近加入了，马上就要加入 Meta 去做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 AI 的硬件也是恭喜小戴I wish 我可以做 physical AI，然后在一点一点的往那边转的过程当中，大家好。给你提前剧透了好今天好不容易把两位邀请到一起我知道两位在 PM 这个行业，然后以及在 AI 这个 specific domain 都有非常多的思考和探索，然后两位也都是实打实的 hands on 的去打造了产品，然后再往前推进，对吧？我知道 Renault 基本上就是全职，现在等于是 Renault 的创业项目，在做这个事情。待会儿我们可以展开聊聊你的具体在做一个什么事儿。那小戴也是有些产品原型，也找过一些投资，对吧？但是最后没有决定就是从这个继续走下去，而是又回归大厂去做别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为什么？我觉得这事情挺有意思，就是我感觉最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 AI 的发展尤其是我们好几期节目都聊过这个事，不需要 engineer，大家可以 coding，就导致一些比较 creative 或者比较动手能力比较强的 PM，像如鱼得水，对吧？就自己吭哧吭哧一个产品就出来了，然后再运用他的这个产品的 knowledge 就开始往前推，是不是这是一个诱因，促使你们就是往这条路上去走，去尝试还是说你们是看到，比方说 in general AI 行业是有很大的 opportunity，我们想在这个领域来打造一些产品，或者是 both，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原因？我其实很感兴趣，就是你们自己的一个思路是怎么样的，以及怎么走到那一步，然后你们这些感受是什么？这是我想就是跟大家两位来讨教的一个地方啊。要不然 Reynolds 你先说说我这个讲讲你的产品，我知道是做这个 e-commerce CRO 相关的一些 service，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因为你刚才其实抛了一个特别大的 topic 对，然后呢，我不知道你是想让我们先聊一下这个 topic 呢，还是说一下我们怎么走到今天的这个。你先稍微介绍一下你的产品是什么，这样让我们知道，对吧？你在干嘛，然后我们就开始聊。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做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是这个我们 build 的这些不同的 agents 来去帮你去 test 你这个 e-commerce 网站也好，app 也好，它的 conversion opportunity。你也知道这个我们这里你大家都做过一些 e-commerce 相关的嘛？其实这边其实基本上就两个，就这个 funnel 其实就一个 top 一个 bottom 基本上然后呢high level 来说，一个就是说如何 get the best traffic to your site。对吧？然后就 get site to the traffic 的，就是 to the site 之后呢，如何让它转化成 purchase 或者转化成 customer，对吧？这一系列的东西。那之后的 retention 等等，那其实是偏之后的，对吧？我只是说 transaction based 的。那我们现在解决的其实是 bottom funnel，对吧？那这个为什么我们做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早上也跟我团队聊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两个方面吧。一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对这个user simulation 这件事情特别感兴趣。对吧？我们其实最早做的就是一个 human simulation，我们想 mimic user thinking and acting。那这个东西，这是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这个大的 research 方向。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最早做了一个 UXR 的 agent，
对吧？就是我们产品经理嘛，你希望有这些 UXR 或者说 user always stay with you like a copilot 或者叫不是 copilot 就是那个 co-development plan 或者叫 beta alpha user。They're 724 always with you, like give you feedback, test the product for you, blah blah blah。其实那个是我最早 launch 的一个产品，我们很早以嗯前就有 launch 这个 hobby project。然后呢，后来得到了很多这个 feedback 吧，就是几个 feedback，我就比较想这个简单聊一下。一个就是说，产品经理或者 UX lead 或者甚至一些 engineer team 真的发现这个有用，对吧？能帮助他们一些事情，然后真的帮他们找到了一些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又是因为你知道产品 team 是没有什么 budget 的，对吧？所以从这个transaction base，就是说最终那个 make money revenue 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比较不那么友好的，对吧？所以的话，最终你就想你这个做 AI 的产品如何是我们这个大方向，又呢离这个 transaction 离这个钱稍微近一点，离 budget 的 team 稍微近一点。所以后来我们相当于是说聚焦到了 e-commerce，以及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conversion 相关的吧，就是相当于是你不光是 user experience，而是怎么提高它的 revenue，对吧？那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了解。这个展开讲的就很长很长了。那其实说到这个 funnel 的话，其实现在也有挺多 AI 公司做第一 top funnel 的。当时其实我在出来 Google 离开 Google 之前，我就找了一些不同的 Chief Data Officer 这些公司的聊，然后他们其实很多人给我推荐是让我做 top，对吧？因为这个 top 的话是比较容易去verify 你的 outcome 的，对吧？因为你的嗯这个验证周期比较短嘛。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也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有关的，就是因为那个东西并不是我的强项，而且不是我的，因为我没有做过特别多 ads 相关的东西，对吧？ads optimization、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这种 performance ads。另外的话，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是我想做的这个user simulation 这些事情，就是嗯，技术方向和 expertise，我觉得都不是很 match。所以虽然那个离钱更近一些，而且更容易卖。但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做 bottom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 personal match 吧，和一级兴趣的一个东西。对，了解。然后我最后再加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嘛，就我以前这过去的一两个 decade，其实我也喜欢 build 各种东西，我做过一些 startup，which was not very successful。但是做了一些不同的东西，我很喜欢经常 build 一些东西，不管是硬件、软件，对吧？我做过好多硬件以前，然后呢，我觉得很好玩，很有这个，我就是个 builder，more than entrepreneur，I would say。所以的话，我觉得有了 AI，有了 Gen AI 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的双手好像能力更强了，对吧？嗯，然后，哎，我又行了，对吧？然后呢，然后呢，你一直很行，一直很行啊。呃，对，以前我的 engineer skill 已经基本上退化了，不行了。所以的话，就相当于是我自己 build 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我之前 build 那个 LinkedIn 的一个 auto reply，LinkedIn 的 snippet 的这些不同的这些plugin 啊，一些 app，帮我自己去 optimize 我的productivity 生活。那后来发现找到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后来我就离开 Google 去做它了。对。嗯哼。嗯你看小戴这位我们的 Renaud 已经开始给 LinkedIn build 这个新的 feature 了。你作为 LinkedIn 的 PM 有何感想？我觉得 LinkedIn 可以 build on top of it 很多 features。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是我当时为什么开始去做那个 side project 的原因之一。我其实是在去年差不多11月的时候开始找工作，当时是想要就是离开 LinkedIn，就是去 explore。然后当时本来去就是申请 Meta 和 Google，其实是为了 backup offer。但是主要是想去面一些就是 AI startups，然后想要去一些小的公司。但是就是在面 AI startup 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的AI applications 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 technical mode。所以我也是在去面这些人的时候，因为基本上作为就是去面 startup，比如说 Series B 左右的 startup，然后你要去面他的 product manager 或者说 founding product manager 这样的角色的话，基本上你都需要跟 C-suite 所有的人都聊得差不多。所以也在跟他们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你也没有 mode，为什么我自己不建一个呢？所以这是我4月份开始做 side project 的原因。然后当时做那个 project 也是基于自己对于 LinkedIn 这个生态的理解。因为其实很多尤其是在硅谷的人吧，就是越在硅谷待的时间久了，越能够做一些就是LinkedIn 衍生品的产品出来。因为大家对于 LinkedIn 不开心。然后但是实际上就是 LinkedIn 这家公司，它其实很多东西不是它的 priority 是真的。
就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去做一些 outreach 呀，我们经常去找一些人呀，其实，在 LinkedIn 整个的这个 one billion user 里面，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是少数的，所以嗯像我们这样的人也不太是他能够 monetize 的对象。像我们这些人也不太是他能够 incrementally 增长 DAU 的对象，因为我们本来也就已经是他的 DAU 了，所以尤其是像我们硅谷的这个 bubble 里面的人，经常想要去做一些 LinkedIn 的东西，啊，然后我当时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正好是在去年回国演讲，就是讲产品经理怎么就是用 AI 代替产品经理的时候，然后我当时也觉得，就是因为我对 LinkedIn 的数据非常敏感，然后在 LinkedIn 主要就是做analytics product，像 Who My Profile 呀、Search Appearance 呀，然后 Analytics Platform 呀这些东西，所以我也知道，其实就是 LinkedIn 这个 social network 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呃，就是在于你的被动的 interactions，基本上就是限制了你的行业、你的 function 以及你的years of experience。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看你的 income，看你的就是受教育水平的这样的一个 social network，which is sad on the other side，然后所以比如说我当时就在跟大家开玩笑说，我如果不主动去在 LinkedIn 上做 outreach 的话，那可能这辈子 Bill Gates 也不能看我的 profile，对吧？所以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但是我就觉得像 AI 现在就是有很多的 AI 的 company，然后有很多的就是AI industry 这个里面的一些activities。其实 AI 这个技术本身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让就是有资本的人更有资本的一个技术。因为它不管是说算力来讲，还是说数据来讲，其实都是你之前的积累下来的资本。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那其实这门技术会导致贫富差距更大。所以我当时才去做了 Give and Take 到 AI，因为我觉得很多人想要去往上走的人，他有那个能力，他有那个情商和智商，但是他没有那个资源。而有没有这个资源的话，比如说我想要去 outreach 做个，对吧？求做一起做个活动，那我可能对作哥有价值，但是我不知道作哥想要什么，所以我才想要去做一个中台的一个媒介，来去 connect each other together，based on 你的互相的价值。这个是我当时做这个产品的初衷，其实是fight against capitalism，然嗯，后这是不是跟你做 community 这个社群有很大的原因？你就是汇集了一大帮子这种非常有强社交需求的小朋友，然后大家就是你会发现有这样的需求很强，对吧？对，但是后来，因为我当时一开始其实想要为了这个产品而 quit LinkedIn 的，然后所以我当时是 VC，去找 VC back，然后当时就是跟真格基金的戴宇森聊的时候，他把我给说服了，然后详情请见小戴梅的教室公众号里面写了一篇文章，好吧，然后这个里面就是我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而且我在接触美国和中国的 VC 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很多人的风格不太一样。同样都是 top 的 VC，同样都是非常就是 influential 的opinion leader，但是我觉得国内的 opinion leader 要更脚踏实地一些，而且国内的 opinion leader 的话，他们说出来的道理就是很有道理，就很 make sense。我觉得美国的 VC 很多头部的 VC 有一种就是他们知道现在 AI 比较 bubble，但是他们觉得砸的钱够多的话，就可以把这个 bubble 挺过去的感觉。但是我觉得中国的 VC 的话，更看重的是你有没有一个 valid business，所以我觉得当时戴宇森跟我聊的时候，我觉得被他说服了。我觉得他跟我讲，如果每个人都有24小时的话，那人与机器的交流在变多，那人与人之间交流就会变少。然后，何况你在这个领域当中还有那么多的 player，所以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对于 VC 来讲非常 sexy 的项目，啊、嗯所以我觉得 it makes sense，啊、然后我就退而求其次去了 Meta，然后，主要，Meta 听到这话又不高兴了，嗯。主要是我觉得从大厂跳大厂真的没有什么就是 exciting 的地方。我觉得就是 I'm exciting to know a bunch of new people，或者说去 learn a new domain。但是我觉得大厂的 everybody know，就是大厂的运营方式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也没有 something like too exciting on top of it。
但是嗯哼。我还是非常 exciting，就是比如说一开始去做 video as AI，然后再去后面我想要去转一些 physical AI 的东西，我觉得那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嗯，了解了解。这个大家如果想了解小戴的上一段的这个一些故事，这个就像他说的，欢迎去看小戴的公众号去了解详情哈。我要继续去深挖这个跟 AI 的联系，因为两位作为 PM 都有很多想法，我知道，因为我们认识两位都很长时间，平时你们脑子里都是想法啊，很多很多想法。但是在这个 moment，对吧？在这个当下这个 moment。你的 business idea 和你的这个对市场的洞察，结合到现在这个 AI 技术推出自己的产品，嗯，是不是就像我刚才最前面问的，是不是因为这个确实是技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让你觉得，嘿，现在我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甚至是我一个人可以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原来说，比方说你可能要 launch 一个 prototype，你可能要找一个 technical co-founder，对吧？然后那你可能要更 serious 一些，或者是更加的ready 一些，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现在在这个 moment，对吧？你也没有离职，小戴也没有离职，就手传了一个产品出来，对吧？Reno 的也是，我知道 Reno 的经常周末就没别的事干，就捣鼓这个产品，把东西给做出来。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大的诱因？这个 嗯。AI 这个技术的成熟。要不小戴你先说。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就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软件在过去的这2个 decade，它的人才密度非常高，而且它就是这个行业积累的资本也比较多，所以会导致比如说 how to get a software engineer product，job at whatever Google，is such a topic on YouTube on whatever platform。哎，所以越是资本多、人才多的领域，它越容易去在网上去做信息的共享，而它越做信息共享的话，就越容易被 AI 所学习。所以我确实觉得，就是纯 build 软件这件事情，以后其实可能都没有太多的 mode，除非你是再去研究一个新的 domain，这个网上 share 的知识还没有特别多的，那我觉得可能你会就是积累到不同的东西。嗯嗯。嗯，我觉得基本上现在，从基本的能力来说，我觉得我自己的实际的体验下来啊，就是我们之前用的 AI 很多嘛，对吧？我们也 build AI，我自己我们 build personal assistant 已经10年以上了，对吧？personal 当时我们叫 assistant，现在叫 agent，或者叫1.0的话叫 copilot 等等的。是不是 Gmail 里面有很多 AI 相关的 feature 都是你在 呃，develop？就我们那个 Copilot，就我们 Sidekick 那个东西是我以前嗯做的。对，然嗯后呢，还有我们的一些 agentic workflow，还有 personalized 的大模型驱动的 reply，那些是我的 feature。personalized reply。去年和今年 Sundar 每年会 announce 4到5个 feature 嘛。去年嗯今年 announce 的 feature 都是我 Gmail 里边的 feature 都是我的。然后呢，我觉得一个的话就是，确实是就像我说的赋能嘛，对吧？AI 确实给我们的很多能力，不管是说 knowledge wise，还是说工具 wise，确实让我们能力变大了很多。那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实际下来，我觉得有几个trap 吧。就是一个呢是说我们好像觉得被赋能了，但是很多没有这些 knowledge 的人，他们被赋能的更多，对吧？比如说，你像现在很多的创业公司的 founder 都是什么 high school 或者是 college students，they 很多以前是我们自认为好像我们的 know 的 knowledge，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 knowledge，其实他们可能用 GPT 或者是用一些其他的 agent 给他们的信息，有些比我们自己的 knowledge 更好，对吧？有些是可能是7、8分也就够了，for them to get a quick testing their concept prototype，it's totally enough，对吧？所以我们的这个 knowledge 赋能的这个可能就是拉平了一些，对吧？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呃，很多我们的就包括你在招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招人的时候，感觉就是你特别中间的人吧，有时候你也不太想招，对吧？就是因为觉得 coding agent 呢，包括 design agent 的这些东西，可能做的比他更好，对吧？那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招个这个人呢？我一个月花20块钱、30块钱就够了，对吧？真的是挺便宜的。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就是还是有一些人呢，不管是 senior，不管他的 seniority，他真的是很有这自己的 value judgment，对吧？他用工具能把自己的 value judgment 做进去，他又很有审美，很有这些东西。那这人真的挺厉害的，别管他工作几年，他们挺厉害的，对吧？
可能比我们更厉害，对不对？那这也是一个。最后一个的话，我就说，就是这个 trap，我们最近感受挺深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 go to market 嘛，或者是我们 startup，我也不可能专门找一个 go to market 的人，对吧？我也是，就是说我知道一些，但也不能说知道所有 channel，包括我们现在做 e-commerce，我也不懂 e-commerce，就没有那么懂 e-commerce 吧，以前，那要去学嘛。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时候你会用 coding agent 帮你做 initial plan，对吧？那你找一大堆 agent，找了不叫 agent 吧，就大模型，一堆大模型帮你做了一堆 plan，然后每个大模型说的不一样，你说，哎呦我去，那怎么办？那我用哪个，对吧？然后而且你知道大模型很容易就是，Oh,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right? You are absolutely right. I mean, come on, right? I need someone to critic it, right? It's like give me a real answer, not like a yes man，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Oh, actually, I have to spend like $1,000 to hire some real person，然后给我真的答案。那这个答案是不是对的呢？是不是大模型好呢？不一定。但最起码我有一个人，他很自信的告诉我说，我是 expert，你一定要相信，对吧？我是说就是对的。那是不是我们微软几个月发现这是 BS 呢？也有可能，对吧？可能之前大模型跟我说的是对的，但是你很多时候你没法相信它，对吧？假设一些人，就是说，假设你完全没有 access to 这些真 real expert，你没有这个 budget 也好，你没有这个 network access 他们好，那你可能就相信他了，相信他 either is right or wrong，对吧？你就花了一段时间去 validate 它。嗯那我们有这个 access，我们就是反而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跟 agent 去 brainstorm，然后我们只有花钱去找这些 real expert，或者叫 industry expert、old expert 去给我们一些 feedback。那到底哪个是对的？怎么样去缩短我们的 validation cycle？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一个东西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进入到这个 trap 里面，到底有多相信 agent 跟你说的话？这挺对，这个非常的怎么讲，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当然，第一就是一定要有 expert 去 guidance。我们尝试着用 AI 去做一些分析、一些 analysis，你一不留神，这个 analysis 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它甚至有可能给你 create fake data，对吧？这个大家也网上也都看到了，对吧？然后你就发现，哎，他用的这个 data 我都没有见过，这是哪来的？他自己 create。那另外一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这个 AI 的 personality 现在还没有，就是最原始版本的。你不断的 push，它会不断的 step back。你坚持说你是对的，它就会附和你啊，对对对，你说的是对的。所以那这个作为一个对吧？作为一个对一个 domain 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你要去 enter 这个 domain，那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对吧？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不是正确的了，因为他总是附和你，对吧？所以这确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包括我们前一期节目也聊到这个事儿，就是有的人会尝试的给 AI 加上一个 personality。就是你不要 be a yes man，对吧？你如果最后觉得什么什么是对的，你要据理力争，你要 stand there，你不能往后退，要不然我就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正确的。这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说，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在你自己的产品里肯定也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个 customer review 的这个产品本身也要去 deal 这个问题，对吗？那你怎么看你 build 的这个 agent，嗯，去解决这样问题？对于你来说，OK，这个it's hard question。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我们 build 了很多 guardrail，对吧？首先我们是不是能100%的解决这个问题？public 来说，可能我会说 yes，但是其实所有做 agent 的人都知道嘛，其实你很难做的，就是 agent 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它不够的 deterministic，对吧？然后呢，很多时候也不 reproducible，所以只能说大家去用各种各样的 agent 系统，用 system 去来规范它。然后用 guardrail 啊、reflection 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去告诉他，或者用 prompt，对吧？你去把它 pull back，对吧？我们有些 reflection agent，我们会去 reflect，就我们不断的会去 build 一些我们看到过或可能会出错的地方，然后通过这个 reflection system 呢，去把它 pull back 它，对吧？在不同的 step 中，不同的 phase 去 pull it back。那然后最后呢，你还有相当于是说你有一个我们自己。有不同的 step 之后，我们会 audit agent，会 audit 它的 result，看是不是有问题，对吧？那只能通过这种用 agent 去解决 agent 的方法，就是用 AI 打败 AI。
以前我记得前2年就有这个说法，就是说你用只有 AI 能 fix AI 的 problem，something like that。然后呢，对啊，然后我们现在是用这种方法，能尽量的减少它出错的概率吧，因为这个出错也有很多出错嘛，对吧？比如说你是 false positive 还是对吧 false negative 等等等等，你就像咱们 traditional 那个 precision recall 一样，你最终你也要去 optimize for one side of it。对吧？比如说你是 mission critical，比如说我们一个例子吧，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就是我们叫 revenue alert，对吧？就我们就会觉得你可能会有 revenue loss 的risk，那这个时候呢，这种 feature 我们可能会 optimize for 这个 precision。对吧？因为如果你经常狼来了，用户可能就觉得有点 BS，对吧？我们不相信你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可能会这样。那有些 feature 我们可能会更，比如说偏 brainstorm 的话，我们会更bias toward recall，对吧？给用户更多的 insights，然后他可以去做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每个产品每个 feature 都会有一点点不同的这个 flavor in it，对吧？包括其实每个 model 呢，它也都不太一样。比如说 GPT-5，它其实就是用那个 OpenAI 的说法，它是个博士生嘛，对吧？所以它的做法会相对来说严谨一点，对吧？你说其他的一些model 可能会更 yes man 一点。因为这个本身是model 它自己的一个，就是大模型本身它是 optimized for chat 嘛，是 continue the conversation。因为你如果完全 object 的话，people will stop chat，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它的内在的一个 challenge。所以的话，因为我很早以前在 Google 的时候，我去做那个 我那个去给 Lambda 做过他们的5年的 roadmap，对吧？Lambda 就是 ChatGPT 的 Godfather 嘛，那个最早的一个 model，我那边去做过那个事情，所以很多它的内在的一些 challenge，我们在3、4年前吧，三年前还是几年前，大概我们就一直在去尝试的解决它。对，嗯，哎，其实说到这个事情，我其实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两位都是在大厂，对吧？大厂内部也有很多 AI 相关的项目，就像其实 Reno 的你甚至就是在 Google 做 AI 的这个产品，对吧？呃，理论上来说，这也是这个最前沿的这个技术跟产品的结合，而且又有好的平台。嗯，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出来做一个，就是重搭炉灶，对吧？做一个完全从零做起一个新的一个产品而不是在内部去继续就好像刚才你说对吧？你甚至去做 AI 的这个5年的 roadmap，听上去 it's pretty impactful，对吧？包括小戴，我相信 LinkedIn 内部也肯定有这样的一些 roadmap。那为什么你们觉得那个不是你们想要走的路，而是自己去explore 一些新的这个 opportunity 呢？现在到吐槽时刻是吧？不要可以啊，吐得太狠哈，我们这是 public 的这个节目，小戴你想先说吗？我可以先说一些，就是比较比较柔和的。呃，我觉得就是首先这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总会有一个 trade off，因为大厂有那么多的用户，有那么多的数据，它做任何的就是演变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完的事儿。比如说拿 LinkedIn 来讲，就是现在I think 就是 Google 也在做同样的事情，Meta 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过去的 data pipeline 或者我们过去所存储的 data 是不能够用来做就是 generative AI 的mapping 的服务。不叫过去存储的数据不能做 AI。就是我们过去存储的，就是数据的方式是支持不了，比如说一些哦，generative AI 的 feature 的。而这种为什么，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大多数的拿 LinkedIn 来讲，generative AI 的 feature 都是 premium only 嘛，因为它支撑不了1 billion的 user 去用这个feature。所以如果说你现在要让，比如说 LinkedIn 去上线 semantic search 这样子的东西给1 billion user，right？那个从 infra 的角度是需要很多年的整改的。那从我们 IC 的角度来讲，这就是看你对这家公司 commitment 有多大，就是你想不想等这个 multiple years，对吧？这是第一。第二的话，那你就即便是说你现在去做整个的 AI 的 mapping，那你的效果能怎样，对吧？我觉得这是 another problem，因为每一项新的技术的革新来了以后，总是少数人先接受它。
这也是为什么像现在 LinkedIn 有很多人在抱怨说啊，LinkedIn 这个 feed 里面 AI generated content 太多了。这样的抱怨声是很多的，而这样的抱怨声的话，其实是这个世界现在的 majority，因为大家还不习惯是说一个平台上 AI 的 content 那么多，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从 Silicon Valley 拿出来一个人，他没准觉得哦，这个 I don't see any problem with it，Sora 的 app 就是 pure AI generated 对。content。对，我觉得当时大家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你说在 Facebook、在 Instagram、在 Twitter 上没有那么多 AI generated content，为什么在 LinkedIn 上有那么多 AI generated content？因为 obviously 大家 feel more comfortable to use AI in workplace，right？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挺有趣的现象，但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接受不了这件事儿的。那 versus 你现在去做一个 startup 的话。那一开始去来你这个 startup 的 early adopter，一定是那些比较 open-minded 的人。那你嗯，现在再去做这件事情，再去从小做大的话，其实这件事情要比大厂从 infra 的角度去 revamp，要简单很多。啊、然后我就把更brutal 的 comment 留给Reno 了。我刚才在想什么 angle 说这个比较好。你刚才说这个 angle，我觉得就相当于是特别的，就是又政治正确又不是那么 hurtful。嗯，首先我特别同意小戴说的啊，我 definitely feel the same thing。你像其实我们在尤其是我在公 o 待了快6年嘛，对吧？那最后的2年多是在 Gmail，那 Gmail 是一个对吧？这是一个 it's so hard to change stuff。因为嗯，你有3 billions of user，对吧？that's a lot of user，and you have a就是跟 LinkedIn 差不多，我们有 consumer，LinkedIn consumer 可能不算那么 consumer，也更多像 pro user，对吧？但我们有很多 consumer 真的是完全不会用 tech，他真的就是发个 email，对吧？那是人家好像很多人 chat 都不太用，对不对？就神奇的地方。所以你有这个 consumer SMB enterprise，而且人家的很多信息是存了20年了，对吧？20-30年的信息，就你很多东西呢，他很熟悉这个 UI 了，大家都很多人 complain 说那个 Gmail 那个 UI 太难看了嘛，对吧？太老土了。但是这就因为在于你很难换它，你换了之后就会有一大堆的 user cry for it，因为 they don't know how to use it，对吧？你可以像之前 inbox，对吧？你如果还记得那个 inbox 那个 feature。那个就相当于是 next version of Gmail 嘛，it didn't 就是最终还是被 kill 了，对吧？虽然已经挺多用户了，所以就是这块儿我完全同意他说的，这个很难，对吧？就很多 feature 类似于他那个，我之前做了一个很小的 feature，一个 AI 的 feature，就是也不是很小吧，其实 impact 还是挺大的，但是就是说这 feature 本身没有那么大，它是一个 那么 intrusive。user flow 比较小，但是 we're talking about 2万多块 GPU，对吧？那你想想，这2万多块，这个对于很多小公司来说，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块 GPU 的，对吧？所以，而且它真的不算一个很大的 feature，就诸如此类的啊。那我稍微说一下不同的 angle 吧，就是 make the story more comprehensive。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的话就是真的大厂这个，你就不管你做到你的 title 是什么啊，就是你 drive 了多少东西，即使 director 啊，甚至很多 VP 啊，你也就是个螺丝钉嘛，对吧？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不能说螺丝钉吧，这个系统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齿轮，对吧？螺丝钉可能小一点，你就齿轮吧，我们是螺丝钉，他们是齿轮，对吧？那你这个环节中，最终你都是为这个 system 服务的。system 的话，corporate 它的 system 有太多 rule that you have to play，呀，牛马，对，对我把它 speak out，所以的话，就是比如说我 at some point，我有段时间就比较 stressful，就上次我们来聊这个时候，去年的时候吧，我记得那段我就很 stressful 嘛。那段时间其实我基本上每一天就我每天我们工作13-14个小时吧，13-14个小时。然后呢，因为那段时间经营压力很大嘛，你要 catch ChatGPT，对吧？然后我们还要做一些不同的这种 innovation 等等等等的。那而且你经常变嘛，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对吧？然后我们还要去搞数据，因为我们不能用以前的数据，either 是 format 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就没有权利，我们不能用 privacy 的问题嘛，我们不能用它，对吧？所以我们要怎么搞数据，怎么做 synthetic data，怎么做 evaluation，没有人知道什么是 metric 是对的，等等等等，就很多很多摸索的地方。然后呢，再加上我那段时间，我每天有2个 VP review，
那就有点崩溃了。对，然后经常我们有7、8个 VP 在那个 VP review 里边，对吧？我都没想到，我从来以前没想到有这么多 VP 在。那你这个东西，你知道产品很多 make decision，你不能就是你不是说你所有的 data super data driven，而且我们是每天啊，对吧？你有很多新的东西你要去 iterate，就是你要 gut feeling 就 make a call，let's move，let's move，对吧？但是没办法，你就必须要有，因为你给 VP review，你不能是说我就猜的，我那所以你要准备一些 data，对吧？准备一些 data，那你就要花了很多时间去做 extra 的 efforts，所以我觉得 overhead 很大吧。呃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你的 feature 作为产品经理啊，你的 feature 如果 launch 不了，你是觉得很难受的，因为你是希望见到用户 impact，用户喜欢，对吧？包括说 metrics goes up，然后等等的，那你见不到这些，就是你没有这种feedback loop 啊，就是 reward loop，那你会觉得比较受挫吧？我觉得比较容易啊，尤其是说大公司很多经常会有 leadership change 吧，尤其是 GenAI 之后 leadership 更多，因为对吧？对，公司有时候等不及了，就去这个公司挖一个 GenAI 的人过 VP 啊 director 过来，对吧？等等等等的，那你就会发现 leadership change 会造成很多 churn，那这个 churn 可能会把你本来的1个月的项目变成3个月，变成半年，变成1年，嗯那这个就是 on top of 这每一个 layer 的 challenge，你最终你就会发现，哎，那要不要自己去做着试试，对吧？而且其实我特别同意小戴，他之前他最开始说的那个分析，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强者恒强的一个时代嘛，对吧？确实是这样，我同意啊，就是你这些大公司有 distribution，那真的是太厉害了。你现在小公司，你现在出来做，真的是最大痛苦就是说，就是你无法让大家发现你，因为有太多的公司。其实我2、3年前的时候，当时准备出来创业，当时我记得我跟好几个业内还蛮厉害的人，我们在聊，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讲座，在说这个 Gen AI 的东西，大概3年前吧。然后我当时一个观点，就是说 distribution is the key 嘛。当时3年前的时候，因为就是 supply chain，因为 你的 content supply 是一个100倍、10倍、100倍的一个东西，对吧？你的用户时间、你用户的时间就这么多，不管是 business 还是 consumer，那你就意味着更难发现你嘛。那就 user acquisition 会越来越贵，对吧？然后你就越来越被发现，所以 distribution 为了越好。所以当时part of reason why I stayed at Google that time，其实但是现在出来之后呢，我们也是深刻的意识到，其实很多的公司它可以做一个 quickly build a thing wrapper，他就说啊，we are solving the problem，build 巨 fancy 的 landing page，是因为 we are solving everything，他甚至都不用太 invest on technical at all，对吧？就是说我们可以解决，然后就开始先去做。which is not a bad like a gross market a gross strategy，对吧？就是一个 way to validate market。但是这个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说很多公司真的在做产品，真的在做技术的人呢，他会比较难被发现到，就是尤其用户和客户很难发现到底谁是真正做产品的人，因为你短期内你看不用出去。户很难分清楚谁真的是在做这个产品，对对对吧？对对对，尤其是说短期来看的话，其实你真的做的很 sophisticated 的一个 system，比你的用 model 做一个 thin wrapper，在最早期，比如说一周、1个月，甚至1、2个月的时候，你的这个 improvement 可能是个 marginal 的，它的 improvement 并不是很多很多。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 persona simulation 这个事情啊，那我们在做的我说的多了一点啊，就是我稍微把这个说完，那就是我们想做的，真的想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 simulation。所以我们其实做的还蛮复杂的一套系统，就是我们是会去 acquire 很多不同 archetype 的这些 real user，他们的 belief system，how they think about their past 50 years，对吧？他们如何建立他这个 belief system，然后比如他想看什么 tech crowd，他喜欢看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这些 persona，我们是会 feed 给他这些新的 tech crowd，新的这些 world event 就给他看，让他不是一个 last day，就是一个不接触新信息的一个人，你知道吧？然后哦，呢，我们是希望他有这样 reflection system，就有点像 neuroscience 的，就包括我在招人的时候，好多 neuroscientist 跟我在聊，就聊这些东西。所以的话，就是你像我们 build 这么复杂的一套这个 personal system 呢，它对我们现在的 go to market 有多大帮助呢？对我们现在这个make money 有多大帮助？没多大帮助，暂时看啊。但这个东西我们要不要做呢？因为我们喜欢，我们想做它。That's why we are leaving Google, leaving company to do this, right？我不是为了 build 一个 thin wrapper，那个 it's not very interesting to me, right？但是我们还在做，因为我们要 see traction 嘛，对吧？那就是在可能就是这1、2个月、2、3个月，它对我们的 persona 或者我们这个 system 最终的 output
它提供的价值没有那么的大。但是呢，我们相信它在长期的话会 build more value to it，所以我们还是不断去invest 它。但 point 回来的话，就是我的 point 在于，你很多时候你一个产品 team 就是很多 team，它 build 的东西到底有多大的区别，用户其实是不知道的，对吧？他只能看到你 claim 的那东西，你做的 对。marketing，你这些 CEO 在 LinkedIn 上发了一些各种各样的 self promotion 的 content，对吧？That's the only thing they see. So that's a lot of challenge, I would say. Yeah. 所以你们是在 build 一个有自我学习能力的一个 persona 嘛，就是他可以与时俱进的吸取新的知识，然后再来用这些知识去 review 这些产品，是吧？我听上去这个事情好宏大呀，就不仅仅是说用来 review 一个 e-commerce website 这么简单，感觉如果你这个东西真的这个 persona 真的是一个 well-rounded 的话，它可以做的事情是可以更多的。对，我觉得就是我们总要落地一些嘛，我不是个 research lab，对吧？那所以我们还是要落地嘛，所以我们找这个 use case 帮我们的落地吧，然后呢，然后挣点钱之后继续 feed 我们去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对，所以we will see，maybe 这个最终没有办法完全连接在一起，对吧？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最起码我们现在很有意思吧？我觉得做自己公司，或者说是没有那么多 constraint 的话，最起码我们很 enjoy 在做的这些事情，对吧？嗯哼。大公司嘛，很多时候你其实不太 enjoy 自己在做的事情。嗯，而且哎，小戴，对你说你这又回了大厂，你是怎么想的？嗯我现在 plus one to Reno 刚才讲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就是我在 LinkedIn 其实第二年做的领域跟他现在做的有一点点相像，就是当时我是做 ads，然后做 ads 的话就是比如说像LinkedIn 或者说 Facebook 都有一个东西叫做 Audience Network，就相当于我们把 ads 放在第三方，不是放在自己的平台。那放在第三方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 regulation。那其实当时 LinkedIn 的一个 strategy 也是想要去建立一个 identity system，去 kind of regulation wise 去脱离 LinkedIn 的现有的 member，但是建一个 B to B identity 的 system。嗯哼。呃，我觉得这个当时也是我非常 passionate 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想，比如说现在let's say，我看 New York Times 一个广告，那我现在 New York Times 来 target 我做那个广告的话，没准是因为我是一个 let's say senior product manager at LinkedIn，right？但是如果说我现在不是 senior product manager at LinkedIn，我去了 Meta，那他现在那个 ads 其实可以发给下一个 senior product manager at LinkedIn，right？It doesn't matter 这个是不是发给我的，这个其实是当时的底层的 philosophy，就是 B to B S 跟 B to C S 不一样。B to B S 的话，如果你今天是 LinkedIn 的 CEO，那你思考的东西应该跟上一个 CEO 是一个方向的，对吧？所嗯以说，也相当于是做一个 identity 的 simulation。那为什么提这个东西呢？就是像这样子的项目，在大厂里面是很难被 prioritize 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宏观的 strategy，它未来也可以 solve 很多的就是 challenges。但是你说去 invest in 这个 identity 需要2年的时间，不看到任何的 ROI，那整个公司的 leadership 是很难被说服的。所以大厂里面都是 incremental innovation 嘛，很少有这种就是更 disruptive 的 innovation。所以 yeah，so huge plus one to Reno。我觉得，因为大嗯。家都想升职嘛，你升职的话，这种大项目，我之前做过好几个这种大项目，你最终发现一些 leadership 你做了好久，看着 scope 特别大，然后呢，有时候也是明星项目，但它很容易被砍，因为换了 VP 啊，换了 leadership 之后，这种项目很容易被砍。对。对。我记得我原来最早在易贝的时候，刚才 Renaud 说的那个一个 change 非常难发生。我当时10多年前在易贝的时候，最感慨的就是这个页面怎么像90年代的 web page，就那个易贝的那个 style 啊，还有这种都不是现代的网页，就是看上去像90年代的网页。我觉得 exactly same reason，就是第一，这用户习惯了，对吧？你让这个50多岁的老用户去接受这些新的元素，他会反弹很快。他说这会儿他在干嘛？干嘛？好好的要改它干什么？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从公司的角度来说，我记得当时易贝，我在易贝最后1年就一直在做新的项目，所以这个感受特别深。就是
嗯，因为上市公司嘛，它都需要 quarterly report，对吧？我这做什么，有什么 impact？如果公司比较强，就是比较 strong，他愿意去说，哎，我现在要 invest 一些新的东西，其实大家也不是不白银，Wall Street 也是白银的哦。这公司要做一些新的 initiative，比方说我们尝试着把我们的这个 catalog 重新 build 一遍，把这些这么多年的这些东拼西凑的 catalog 给它重新整理一遍，变成一个非常容易去分类，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是分成什么类，也是容易去 browse 的一个 catalog，就这么一个玩意儿，做了大概有2年多，然后你一旦 announce 了以后，每个 quarter 那个你开那个 earnings call，Wall Street 的人都要问啊，你这个 project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你上次说要做了，做的怎么样？你那个问一些 update 对吧？你做这个对这个公司的业务的 revenue impact 在哪里？那 CEO 每个 quarter 就是天天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最惨的就是这个东西还看不到 revenue impact。你想想，这对公司的上上下下的压力有多大？所以这 exactly 就是会有这样问题。所以你们回过头来是说，就觉得自己去开一块儿，反而有更大的自由度和这个 flexibility，可以去做 something 有意思，然后至少是正确的方向，然后你们觉得可以带来一些 impact 的事情，对吧？嗯。是这样的，而且有一些像像有一些features，在大厂的这个产品的 ecosystem 下面，有可能它是对就是 user 非常 valuable 的 feature，但是就是数据没有那么好看，就是数据不丑，但是没有那么好看，然后 versus 可能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就是做 growth product manager 的心态，就是我可能做了很多项目。这些项目 I'm not super proud of，但是它就是给了我一堆的 user DAU 和 revenue，所以我就是感觉我做第一年啊，在 LinkedIn 做 user acquisition，然后我现在也有一些 growth 的活儿，都让我觉得别人问我你做了啥，然后我只能说我挣了1个 billion，但是具体做了啥呢？好像也不太想跟你讲，所以对我觉得在大厂里面做产品经理都会有这个 dilemma。OK，那现在，嗯，我知道两位都是，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啊，都在这个 AI 的创业这条路上做了一些尝试。那这个事情对于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从你们的个人发展和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肯定是 somehow align with your own development goal，对吧？我想做些什么事情那不管这个事情成不成吧，不管有没有真的跳出来一个 startup 的做一个 startup 单独，还是说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并没有往下推进，那这个事情对于你们的个人的这个发展的意义来说是什么呢？从你们自己的角度，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你的这一段的 experience，或者说你下一段 experience？嗯，这个我可以先说，因为我可以说这一段 experience，但是 Reno 还不能说这一段 experience，因为它还是 ongoing。我觉得，我其实一开始确实做这个项目蛮认真的，而且我确实想要 quit LinkedIn for this。嗯，但是我后来，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看到就市面上有一些说 I'm the AI version of LinkedIn，我会去看一看，但是我就觉得兄弟也就这样吧。然后，嘲笑一下啊。对，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太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 bubble 里面，然后所以做出来的项目呢，可能不太会受大家的 adoption。嗯，我觉得这一个经历，把我带回了差不多2019年、2020年的我的感觉。我觉得2019年到2022年、2020年，我当时就觉得，从国内本科过来的来美国想要直接上 APM 的人，或者说想直接在大厂里面做 PM 的人，是有一堆的阻力的。我其实在过去的几个月去谈 VC 的时候，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华人的创始人，在美国的 VC 的这个领域里面是有很多阻力的。嗯你会收到很多 VC 直接给你发一个 form，就是在面试之前给你发一个 form，说你是否拿过中国 VC 的钱，或者说你们 any 就是 one of your founders have any association with China。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华人的 founder 在这里遇到的一个 environment。这是 in general 所有的
这个创业项目，还是说只是 AI related 创业项目？That I'm not sure，因为我是 AI related，所以 I'm not sure if it is all verticals。我据我所知，对 AI 是有特别严格的这个一些限制的。现在是。对，我觉得，我还是，当然你要说就是，对吧？5年前的 Google 和 Meta 也会觉得我这个产品经理爱招中国人招中国人，爱招别人招别人，你管得着吗？我现在也觉得就是，VC 们也会这么觉得，对吧？反正他就是那么多钱给那么多项目，所以他也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作为中国人，作为华人的话，我们爱在美国创造公司创造公司，我们爱回国创造公司创造公司，我也觉得你管得着吗？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learning，让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我觉得，作为大厂的产品经理和 VC 圈子是有一个 gap 的。虽然我们知道在大厂里面就是产品做的怎么样，或者说 what is the latest in the industry，但是我当时觉得作为做一个 side project 的时候，我作为一个 founder 的心态和作为一个 LinkedIn 的产品经理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天觉得跟自己跟人格分裂一样，因为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那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这几年，我也想多去弥补这个方面。我觉得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不仅看到了就是这个 industry 的 gap，包括很多华人的一些 challenges，而且我觉得在我自己的 learning 上，我还有很多需要 learn 的东西。嗯，以及第三点的话，就是我觉得 one of the reasons 现在很多就是 AI 的软件、AI 的 application 是 such a bubble 的原因，是因为let's be honest，对吧？就是硅谷大家都是非常努力的来到硅谷工作的，大家有可能其中有一些人是想要在大厂里面养老的，有一些人可能他就是想要去创造下一个million dollar 或 billion dollar company。那现在如果说 AI 把整个 software industry 颠覆成这个样子，大家会觉得哦，what if 这个是 the last trend in software in pure software，所以大家都会往 software 里面去就是投入。所以我觉得当时我在做这 side project 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就是我会不用一个 growth mindset 来看自己，我会看自己过去的经历，然后觉得哦，what is my advantage？然后我觉得其实和其他的就是很多创业人是一样的感受，也和很多 VC 是一样的感受，因为 VC 的话，他们要看 founder project fit。所以我觉得这个经历也让我觉得，我可以再去 explore 一下，然后我不想要因为创业而创业。嗯哼。我觉得我还有很多可以学的东西，然后去弥补的一些 learning。嗯哼，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呃，确实在大厂上班和做 startup 的这个 mindset 会特别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带着你的这种entrepreneur 的这种 mindset 和 growth mindset 去回大厂做，你会发现可能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大厂很多人就是对吧，按部就班，我这个接到一个 task，我把这个 task 完成。但是其实 surprising 你会发现，如果大家有这种内部创业的这种心态的话，其实大部分公司都会非常 appreciate，因为公司里大部分人就是只做我的工作，对吧？如果 if nothing happens from leadership，then this company is nothing happen。但是如果有这种 growth mindset 和内部创业心态的人，会非常不一样，他会给公司带来很多的活力和很多的这个 exciting 的东西，所以小戴你可以试一下。我相信，对吧？不出多久，我们会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到时候你再来跟我们分享啊。我觉得小戴说的有些问题我没有太遇到啊，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毕竟在这边待了快20年了嘛，然后呢，很多的这些funding 啊等等的这些，我们也走过几次了，所以这块儿没有特别大的 gap 吧。主要是最近 AI 限制比较大，AI 是有非常 specific 的这个呃，对，需求，就我觉得是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 AI 的钱两边得分开，分得清清楚楚，中国和对，美国。基本上现在有些是拿开曼的钱嘛，就中国的那边，中国的开曼的，有些是说，就是完全中国背景的钱都不拿。
对吧？然后有的是在拿这边中国，哎，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反正这有很多入吧。反正我们也是尽量不拿纯中国的钱，对吧？我们之前其实有很多这种 conversation，后来我就决定不拿了。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我跟我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我比较非主流的一点啊，就是因为对吧？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年纪到这儿了啊，然后呢，也是觉得现在创业吧，跟以前的心态很不一样啊。我不是为了创业，就是这个，对吧？所以你也知道，以前在 Rocky 啊，在以前的创业公司的时候，当时好像觉得好像 fame 啊，觉得这些 media coverage 啊，包括这种好像去这儿做这个，去那儿演讲，好像哎还觉得还不错，是很吧？爽啊。那现在哎，我现在觉得一点对这个没有一点兴趣都没有，对吧？除非是能给我带来客户，除非是能带来这个我的 revenue，或者是帮助我更好的发现我的产品或者一些技术的一些 discussion，我才会参加。其他的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对吧？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这次做这个东西嘛，就你刚刚讲的为什么做它嘛，对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说我觉得一个 learning 吧。我是比较 curious 的一个人，我 full of curiosity，like maybe too much。然后呢，我经常想去了解一下 why this is happening，对吧？然后呢，我以前会经常的有时间的时候，我经常会去看读一些 paper 啊，我现在有时候也会看。然后呢，做一些 就是有些好的新的产品，我会去试用一下，对吧？我自己付钱试用它。以前我在 Gmail 的时候，老板们都觉得你报销呗，我说 this is for myself，I don't want to 报销，对吧？这是我自己要去弄的。然后我当时付了好多钱，我一个月光付这些 SaaS 的这种AI 软件，我可能一个月花好几百块钱。对吧？就是我喜欢去用这些东西，我喜欢去试它。有时候我也会写一写这些产品的一些测评啊，或一些东西，然后有些他们的 founder 就过来找到我，然后聊聊啊，诸如此类的，对吧？那我本来我就喜欢做这个事情。那再回到这个更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当时离开 Google 之前，我自己就是建了一个 decision model 吧，不说叫 model，其实就是这些我都然后呢，有几个不同的这几个 dimension 嘛，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呃，自己做，我觉得就会在这几个方面都更加的 optimize for learning。那最终我就决定出来了，对吧？你在大厂还是有一些光环嘛，对吧？你看你好像你管这些东西啊，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其实我觉得，从纯 learning 的角度来说，可能没有我出来的做得快，对吧？那你最终这个公司能做得多大，这个有太多的因素在这里面了。我并不是说追求这个公司一定要做得多么的厉害，对吧？希望因为我们是认真做事情的嘛，真的想，而且有一些 expertise，还是希望能把它做得很好的。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说，我们去验证一下这些事情是不是 work，对吧？比如说这个技术的边界在哪儿，我希望我们能推动一点点这个技术的边界，不是说我们要做什么多牛的事情。那另外的产品这块儿的话，到底这个 enterprise 就是 business，是什么样的因素会去购买 AI 的产品？它 how they integrate this into their workflow，对吧？I want to know 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like really help them to solve it, or maybe it's not solvable，对吧？就这些东西，我希望能有一些更第一手的信息。虽然我们很 struggle，我觉得 stress 比以前更大，但是这些 learning 每天有这些新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吧？然后呢，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吧。你说 financial 啊，什么其他的，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说你是 founder 啊，我觉得我早就过了那个好像 founder 多厉害的这个年纪了。It doesn't matter at all。哎，Yeah。所以你其实是在技术上有一定的追求，就希望你 build 的这个产品本身，就像刚才说的，你的 persona 可以不断的 learning 新的东西，你是希望在这个技术上就产品上有所突破。至于是不是 review 一个 e-commerce website，只是你们落地现阶段的一个切入点。你们的应用其实后面会拓展的非常宽，是这种感觉对吧？给客户我不会这样说啊，给客户说我们是 all commerce。那但从这个技术路线来说的话，对技术路线的话，我是觉得这样。那从商业来说的话，我觉得我刚才讲其实几点嘛，一个是技术上，我们希望探索一些好玩的东西出来，对吧？我们相信的一些东西。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如何真的做到用户的 workflow 里边，对吧？那这个东西其实也不容易，说实话，因为现在大部分的 AI 的工具呢。其实都是就是这个浅尝辄止或者蜻蜓点水，whatever 的中文怎么说，对吧？就是其实但它真的是 scratch the surface。很多时候它就像包括 coding agent 一样，我现在用4个 coding agent，对吧？我随时换，那其实没有什么 loyalty 的，这个换的成本很低，对吧？那如何让我们的产品真的
能给它直接带来 revenue，直接给它带来用户价值，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一件事情的，就实际嗯，做起来啊。因为我们以前做什么 chatbot，对吧？你说其实我们做以前 personal assistant，帮你去发个短信，帮你放个音乐，帮你去navigate，对吧？翻译这些东西，但其实都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虽然我们做了很多 对，productivity 啊等等等等东西，personalization，然后你的后来 Gmail 里边很多东西就确实挺难的 personal reply，但是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它也是一个，它是一个没有那么 outcome driven 的一个东西，对吧？比较表层、比较直接的一些应用，它对对对对。不复杂，它背后的逻辑不复杂。对，包括你像你说你像你的 Copilot 一样，它很多就是个 retrieval 嘛，说白了就是，对吧？你如何在一个复杂的 internal 和 external 的 information，它挺难的啊，说实话，如果 quality 做得好，但是就是这个它离最终那个 business outcome 还是挺远的。就被用户不是因为这个买的它，对吧？用户是因为它可能提高了效率，或者说它提高了它的 revenue，减少了 cost 去购买一个软件。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我们想去探索一下。对，嗯，嗯。太棒了，太棒了。哎，你看这个Renault 跟去年比，是这个干劲满满，神清气爽，对吧？这个自己开始在朋友圈做新项目了以后，睡觉睡太少了，现在。但是睡觉睡太少了，并不影响你的心情，对吧？不像不像去年。对对对对，嗯，哎，太好了太好了行，今天聊了非常多两位创业相关的这个故事，然后还有一些经历，然后两位也非常无私的分享了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自己的目前的一个状态和感受，感谢两位，希望就是说，接下来两位在各自的新征程上都有好的这个收获啊，我们过一段时间可以再回过头来看 update，我们这个事情发生了怎么样了。其实 Rainer 的那个，你回头把你这个你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网址发给我们，可以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反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对你们的产品是不是有帮助。然后那小戴我估计就要消失一段时间了。那个我知道 Meta 有非常严格的这个 public speaking 的 rule，对吧？我们就只能够再找机会，看什么时候能够再邀请小戴来。做亲情的分享。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就先聊到这儿。感谢两位非常精彩的这个分享。感谢。拜拜。好，感谢两位，拜拜。